OK，John Prosser 报了一大堆消息出来，那我们今天会一个一个讲，然后也会深入讨论一些就是他没讲到一些技术面的问题，最后一样会有一些问题讨论。那今天会有大概3个问题，事后可以来聊一聊，讨论一下大家的看法。OK， 好，那我们就先来就是讲所有的规格它爆料出来的部分。产品的名称会叫做 Apple Glass， 价格是$499。再来，另外多数的部分就是在如果你要配眼镜度数的时候，你可以再另外的加钱。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装置，所以它就是比较像是苹果手表刚出来的时候，所以想必然就是说你一定要有配对的一支 iPhone 来使用。那发表本来预计是在今年底发表，那就是配合今年底的 iPhone， 然后会有一个 One More Thing 这个产品，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向后延，所以可能会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初才会发表。那真正上市的时候，他是说会明年底或者是后年初。OK， 那他目前说他有看到样品，他看到样品的图片，看到样品的照片跟影片。那基于一些法律的原因，他没有办法贴出来。他的长相设计就像一般眼镜，不会像 Google Glass 那样有一个什么未来眼镜戴上去很突兀的感觉。它会有一个 LiDAR 在眼镜的右边，目前所知道是上面不会有相机，那它会完全依赖 LiDAR 所看到的东西去感测周遭的物品。会有无线充电，然后眼镜是会倒过来放在一个充电座上面，然后2个镜片都会有投影在上面，所以2个镜片都会有萤幕可以显示的你所要看到的东西。然后它的 UI 的名字叫做 Starboard， 操作的方式就会有手势去隔空触控，那 LiDAR 会去感应你的手在哪里，过来做操作，然后对你看到的东西跟图示功能来做操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镜框上面也会有触控操作的方式，然后别人是看不到你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对隐私方面也非常有帮助啦，就是说不会有什么讯息一些比较私人的东西传过来的时候，跟你坐对桌的就会看到你眼睛上面显示的讯息。目前所知道就是还不会有太阳眼镜的版本，因为这个萤幕还没有办法做到投射到比较暗的镜片上，然后呈现出一样的效果，所以一开始还不会有太阳眼镜。OK， 那价格方面$499，这其实是大家最惊讶的一个部分，我自己也非常惊讶。可是如果你看它整个呈现出来的规格就是说它基本上本身因为它是一个穿戴式的装置嘛，所以在重量上面它就必须要控制。基于这个理由，它里面的装置很多部分就是要塞它的电池所以它在运算的部分会完全依赖你的 iPhone。那大家可能会问说，因为以苹果手表现在说用蓝牙或是什么方式去做沟通的时候 ，AR 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资讯，那其实又跟苹果手表不太一样，并不是一个传递一些简单资讯的一个装置而已，因为你必须要现实去看到这个世界，然后用你的 LiDAR 去感测到你所有现在要触控所有要操控的东西，所以它的反应是要非常的及时的，所以这个处理器的速度就必须要非常快。那它要怎么跟你的 iPhone 去做沟通呢？因为其实现在看到出来的消息就是说，新的 iPhone 12里面会有新的 Wi-Fi Standard 是 802.11ay， 这个 Wi-Fi Standard 它传输速度可以到40 Gigabit 到176 Gigabit， 所以这个传输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那问题是这个 Wi-Fi Standard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在穿透率穿墙率是不好的。如果这样的话，在家里用这个 Wi-Fi 装置就不太合理可是现在如果说苹果眼镜要出来的话，那它跟苹果眼镜用这种方式做沟通，那这样的频宽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足够去支撑这样的资料传输。所以在穿戴装置来讲，用这种 Wi-Fi 的 Standard 就非常的合理。AR 其实是下一个世代最重要的一块市场。在我先前的影片我有讲到，现在所有LiDAR 的装置，它其实都是在为 AR 的运算跟资料去做准备，它需要依赖这些装置去收集更多的资料，让 AR 的判断更加的准确，那实用性才会大增。其实那个影片有讲到，这个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你要怎么让它实用，让更多人想要使用，你又需要依赖更多人使用来让它更实用。那我觉得 AR 眼镜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如果它真的要想要这个东西普及化的话，我们第一要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它等于是另外一个多出来的装置，别人要去购买 iPhone 的价钱上面，它又一定要配合一支，我觉得至少可能要 A13 或 A14 的晶片才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运算能力，所以它需要让这个东西普及化，它势必 iPhone 的价钱也要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iPhone SE 好了A13，然后14500，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新的 iPhone 12出来的价格配 A14 的晶片是$650起跳。重点就是说，因为这是个装置，也要配合 iPhone 来使用。如果他想要让他的 AR 跟他的整个运算跟资料处理普及化的话，他势必需要很多人运用这个 AR 眼镜的装置。那他们敌对的 Google 其实在 AR 的资料收集上，都比苹果还要超前非常多，所以苹果可能用低价的策略让更多人快速的去使用他们的 AR 装置，因而收集更多的数据。那在将来实际使用的功能上可以追上 Google。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嘛，低价的 iPhone 就很有道理。OK， 那操作的方式，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这个都是非常期待。它就很像是说我们看电影那个 Minority Report 关键报告。
告，里面所看到对电脑的那种操作方式。那如果你可能太年轻没看过那个的话，那就是像钢铁人 Tony Stark 他在他自己家的工作室的时候，他在做东西的时候，就是任何他需要做的东西啊 content 啊，他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凭空给去抓 3D 去操作的，就会很类似那样子。那他感测的方面就是说，如果只是光就是这个萤幕投射在镜片上面，那他要怎么去感测到你的手，怎么去抓呢？那这个时候就是用他的 LiDAR， 可以基本上就是可以感测5公尺以内的东西嘛。那除了说它萤幕投射出来的东西，就是至少它呈现出来的感觉会离你有一个距离。同样，他就去运算说这个距离大概，比如说是30公分好，他的 LiDAR 就去运算说你的手会是在这个物品的前面，基本上就能去抓去操作。那我觉得这个整个体验感就会非常的真实。那再来一个他没讲到的部分就是游戏，因为先前在 iOS 14的时候，其实有些图示流出来，就是说它的 AR 装置有配合一个操作的摇杆。那这个操作的摇杆当然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 AR 游戏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使用 AR 玩游戏的方式，我们就想说以苹果装置来讲，在你的 iPhone 或者你的 iPad， 然后用 AR去看到一个 AR 世界去玩游戏，那整个操作方式也不是很直觉。你看到的世界在荧幕里面，可是它感觉又是在荧幕外面。然后你透过荧幕外面去操作它的时候，还会没有反应，你还是要回到荧幕上去操作。你要跟多人在一起玩的时候，其实这种体验感是非常不好。可是如果在 AR 眼镜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可以依了大家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到的都是一个很大的荧幕，同时在玩。那或是大家可以站起来，同时对着中间看着一个 AR 的世界，然后用这种方式去互动去操作，我觉得它整个游戏体验感都会好非常多。那我觉得如果苹果在 AR 游戏这一块可以做得对的话，其实也会真的帮助推广这个 AR 眼镜的普及性。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问题的部分。那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499这个价格的部分，你们觉得有可能吗？那也要考虑多点部分，就是说我先前讲的整体市场策略的规划，很想要很快的抢下这一块市场的话，那势必就要让这个价格能更亲民。它又是要配合一个 iPhone， 那这样至少要加一个500-600块美金上去。所以整体的 package， 如果你想要体验他们 AR 装置的话，其实还是要$1000多起跳。那会不会因为它要拉低这个门槛，所以让这个 AR 眼镜的价格降到$499？那这个方面我想听你们的想法。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装置对你们有没有吸引力？那这个有不同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革命性产品的第一代。那像先前苹果手表的第一代，我也有买，这个体验感其实就不是那么好。那另一个方面要来看的就是说它实际真正使用用途，结合到我们的生活，真的能取代掉多少东西，或者它真的能对我们生活提高多少的便利性。那最后来做个总结，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下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产品，也是 Tim Cook 在后贾博士时代，我觉得说真正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个人的话，我会祈祷苹果可以站稳这一块啦，因为他们对隐私权的注重，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包含在他们核心价值里面。那这个其实从贾博士时代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说，消费者并不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是我们的产品。因为如果真的是 Google、Facebook 这一类的以广告营收为主轴的公司抢下这一块市场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就可以准备活在一个几乎没有隐私权的时代。OK， 好，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看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你们觉得怎么样？然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可以一起聊一聊。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